主人公遇到危机，而你的救助行为会决定他们能否活下来。你一定会认为广告描述的是一个益智类游戏，可下载后让列文虎克用显微镜来找，他都找不到游戏和广告的相同点啊！指鹿为马的赵高在这广告面前都略逊一筹啊！阿贝别嘎嘿，玩家的行为确实可以决定主人公能否活下来，而且也确实是益智游戏，有任何毛病吗？那按这个逻辑，吴彦祖男有2只眼睛，我男有2只眼睛，所以我是吴彦祖。大家好，我是吴彦祖，欢迎收看广告与游戏的区别系列节目。正如系列名一样，我会给大家展示广告和实际游戏的不同。除此之外，我还会跟大家剖析明明玩家下载游戏后发现货不对版会删掉的嘛，但厂商为何仍要制作这种广告呢？因为这种行为的背后有一个公式在支撑着。我看到有观众在问阿贝，怎么你突然做起这个系列了？问得好，因为平时在做趣味游戏试玩系列的时候呢，为了找到好玩的游戏，我是会留意广告的。之前一期吹响手游就是看广告看到的，很欢乐好玩。而最近我又看到一个质量炸裂的手游广告，选择出战英雄，用狙击枪800里开外击毙敌方。真正激发我下载欲望的是另一个宣传片，不仅能狙杀敌人，还能在大桥上杀敌，拿火箭筒炸坦克。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3D 动作闯关，射击单机游戏，手游版的狙击精英加使命召唤，直觉告诉我这是大作，国际巨制。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呢，我都不敢说自己是个游戏爱好者。游戏在苹果商店评分甚至高达4.9分，只差0.1分就满分了。今年手游大奖要是没有它，那都一定是黑幕啊！我火急火燎的下载游戏这激动人心的背景故事这精致的3D 建模。这跟照片差太多了。那我走那我走。我那高达250的智商不断的在提醒我，赶快提桶跑路。第一、第三人称变俯视角，3D 变2D，射击单机游戏变成策略网游，要换做屏幕前的你，应该会退出加卸载一条龙。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看到了宣传片中的女副手出现在了游戏中，说不定游戏里真有广告描绘的玩法呢。虽然最终可能一无所获，但如果浪费我几天的时间去找到答案，那就能够节约千万人的几天时间，那也算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了。如果大家愿意点个赞支持一下这个视频，那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乎，我开始认真玩起来了，移动，升级建筑。或许等到战斗环节就能玩到广告里面的内容呢。我说什么？开始战役任务了。这怎么是坦克对射操作怎么是点手指往敌人身上拉就行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哇！我不死心，可能战役任务有很多种战斗形式呢。往后的关卡可能出现广告里的内容呢。不要灰心，战役不是，但野外战斗可能是怎么还是坦克对打？我可以造步兵营了，连步兵也是有载具的呀。别灰心，说不定要到一定级别才能触发呢。好家伙，这个建筑有猎鹰行动！观众朋友们，反转了！广告里的内容就是主角去猎杀敌人吗？猎鹰行动 ，I am coming。所谓的猎鹰行动就是派个飞机去远处拿宝箱是吧？这游戏根本就没有第三人称射击元素吧？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啊。经过反复查找，我找到了某玩家分享的游戏画面。Take him out, enemy! 这显然不是 CG 动画嘛，而是真真实实的游戏实际画面。那为什么我玩不到呢？难道是说玩它的入口比较隐蔽？在继续了解游戏之余，甚至基地都升到9级了，我才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找到了一个限时几天的特殊活动。我的天哪！第三人称射击游戏的元素真的存在于这款游戏之中。太爽了！准备下一关了。没了，真的没了。为什么别人的实际画面是连着打很多关的呀？
难道说那些实际游戏画面其实还是 CG 动画制成的，是游戏厂商放出来的烟雾弹故意误导观众的？嘿，别人都玩到了，你没玩到就是你的问题啦。如果实际画面只存在于宣传片中，那我想破绽应该会很明显了。于是我又搜集了另外一位玩家分享的实际游玩过程，我意外的发现这2个人的实际游玩画面并不相同啊，他们是真真切切的玩到了这么多的关卡，那为什么我玩不到啊？随后我找到了这款游戏的老版本啊，就这款游戏未更名之前，在游戏图片和简介中明确的说有 FPS 玩法，玩家可以带入战争之中。至此呢，我认为老版本真的有这些内容，但出于不知名的原因被大幅度删减了，只保留了一关当做限时活动，偶尔给玩家体验，以及告诉玩家我的广告玩法在游戏里还是有的呀。不管怎么说，如果玩家冲着广告里的第三人称、第一人称 3D 射击游戏去玩，绝对是失望的呀。因为游戏99%的内容就是俯视角策略类游戏，失望的结果呢，必然是删游戏了。可问题来了，游戏厂商砸了这么多钱用于广告宣传，吸引来的玩家连游戏都不玩，直接删除，厂商不在乎的吗？为什么还要继续发布这类广告呢？难道是在做慈善吗？接下来的内容非常有意思，我所剖析出的逻辑方法论不仅适用于游戏行业，更适用于大多数需要打广告宣传的行业。在游戏行业只要满足这条公式，厂商就会继续投放，广告展示量乘以点击率乘以下载率乘以留存率乘以平均消费量大于广告投放成本。如果这款游戏的广告呢，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呢，虽然玩家的落差感就不会大了，留存率也就高了，很多玩家就愿意玩，但是它点击率下载率低啊，无限接近于0啊。而现在呢，虽然留存率低，大量的玩家下载后就删游戏了，但是可以提高这个乘法里面的其他数值啊。让我们具体分析这款游戏是如何提高每项数值的。先说点击率，这款广告加入了手指滑动的效果，会让玩家以为可以自己选择角色的感觉。不过当你真的滑动了，就会变成点击进入广告了。这款广告呢有按键提示，当玩家以为自己选择给女副官的礼物时，你就变成了点击进入广告了。概括：互动型引导点击。好的，让我们聊这款游戏是如何提高下载率数值的。提高下载率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个游戏呢制作了数十种以上的广告，风格各异有主打第三人称狙击任务的，有主打第一人称射击的，有主打开坦克的，有主打救落水美女的，有主打和女副官培养亲密度的，有主打砸金蛋，一瞬间从菜鸟变大神的。游戏厂商获取了所有广告的下载率数据后，就会知道哪种广告更吸引人下载，从而让后续的广告多往那个方向靠拢。概括就是多种广告齐下，最终看效果定方向。接着所有的广告呢尽可能往实际效果制作，让玩家认为呢实际游戏画面就是这样的了，从而再一次提高下载率。接着聊聊这款游戏如何提高留存率。既然都看到这了，不妨给小贝点个关注吧。游戏提高留存率的手法有很多手法一，宣传片里的女副官真的出现在游戏里了，会给玩家暗示你没有下载错游戏这些玩法内容呢可能后面能玩到，而且女副官的颜适合这款游戏的受众群体喜好，这波投其所好手法二，让玩家少付出多回报。游戏会傻瓜式的引导你做每一件事情，玩家动动手指点击就行了，弱化玩家的主动思考，让玩家不要反应过来广告和游戏的区别这一事实，并且呢成就感比较强就你付出的很少点点手指就行了，但却逐渐的建造出了自己的基地，拥有一群簇拥自己的女副官，各种任务告诉你你很棒，你就是拯救人质拯救世界的大英雄，成就奖励还要源源不断的来。手法三，福利。在游戏里面只要你玩下去就能免费获得贵族特权等级。人都是不喜欢特权的，但是不介意自己拥有特权，登录越久你的特权等级就越高手法四，拉工会。在创建新号后，会有人来索取你的私人联系方式，从而一起拉你进入盟之类的。显然只有官方才能有能力做到给每个新来的玩家都发这种信息引导你加入联盟为了联盟的目标共同奋战，相当于引导你玩该游戏的社交元素。来到公式最后一步，提高平均消费量。手法一，在适当的时候呢弹出充值提示，比如这个6软妹币的凯瑟琳，我就买了。没办法，看了太多广告，我已经对凯瑟琳产生感情了手法二，循序渐进。当我购买凯瑟琳后，系统会告诉我，别走，还有好东西送你呢。当我高兴的领取后，我恰好发现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可以领呢。想获得吗？继续消费就行了。哈哈，真巧手法三，铆钉效应。通过把一个道具的价格定得很高，再把套装的价格定得很低，就会凸显出套装礼包的极致性价比。玩家买礼包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赚大了甚至是在省钱这招适用于多数营销行业。为什么电影院的矿泉水要卖15元？那是为了凸显7块钱的可乐物美价廉手法四，创造需求。玩家消费欲望低，本质是玩家没有变强的需求。变那么强干嘛？打怪又用不着那么强没有需求那就创造需求了找人暴打你一顿暴捶你的狗头，一遍一遍的打烂你的基地你的建筑，你连你的女副官都保护不了，算什么男人？想不想复仇？那就变强吧
哎，这个需求就来了是吧？也就是说啊，在用了多种手法提高这个乘法的各项数值之后呢，哪怕这种广告带来的留存率确实是低，但是总体的收益呢还是大于成本，所以呢，游戏厂商就会愿意继续投放这种广告啦。最后啊，如果撇去广告和游戏区别比较大的这个因素呢，重新审视这个游戏，我认为它的确是策略手机网游的精品。说实话是有意思的，但如果是冲着广告去的射击玩家，肯定会失望的呀。看到这了，不妨一键3连，让更多的人看到吧。还有很多游戏只能留在之后讲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广告和游戏的区别01的内容啦。感谢您的观看，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我们评论区见。